金色光柱之中，有一物飞出，直指虚空之中。那一物散发着大道神光，即便在场的有半道神存在，他都不敢直视。而9大拳魔被这大道神光所笼罩，急忙运转了魔之力量，拼尽全力，双目刺痛的流出了漆黑的鲜血，方才隐隐窥见那其中40亿节约莫丈许左右的金色神笔，散发出浓厚的大道之意。当其出现时，整个无量神渊中仿佛都是响起了一道自天地初开时的一道龙吟之声。这突然出现的一幕，令得大地之手上的那道魔影面孔上有着一抹震惊之意浮现出来，旋即有着低吼响起，那是天元笔。随着金色神笔渐渐地化为了纯金实质色彩后，宛如黄金所铸，其内隐隐有血丝若隐若现，一股强大的生命气息自天元笔中涌现而出。这一刻，所有的神之强者都是带着无比震撼的神情，一刻都不敢移动视线，只是紧紧地望着那天元笔的位置上。那天元笔上所散发出来的原始龙吟声，带着金光四射的大道之威，将周围以及整个无量神渊中的魔气都是击溃而去。然后这股大道之威的力量对着那散发出恐怖毁灭之气的黑暗陨星狠狠地轰击在了一起。撞击的瞬间，一道无法形容的冲击波肆虐开来，波及数十万里，整个无量神渊的空间仿佛都是被撕裂，陷入了毁灭的边缘一般。无尽的空间不断的崩塌，所有神之的目光都是死死地望着那碰撞之地，那里的混乱冲击逐渐消散。下一瞬间，一抹金光忽然洞穿而出，出现在了所有神之的视野之中。金色光芒之中，直接将那颗带着死亡毁灭之气的黑暗陨星击碎，化为漫天黑雨一般的落下。但是在还没落地之时，那些无数黑雨就已经被金色光芒的力量所蒸发出虚无。显然是刚刚的那股大道之威，将这毁灭之气的暗黑陨星击碎瓦解，连坟老都差点束手无策的大地毁灭光，竟然在此刻被那天元笔所爆发出来的大道之威给轻易的化解开来。无量神渊中，那众多神指强者都是倒吸了一口冷气，面色显得有些呆滞骇然。这近乎无敌的力量竟然会被这道金光所折服，同时他们也感觉到了这股金光力量的恐怖和玄奥，那种力量怕是已经彻底的超脱了天位之列，远非他们所能及的存在。同时虚空之中有着极其玄奥的大道气息弥漫而出，直接是笼罩了整个无量神渊中。而在这等玄奥大道的气息之下，这无量神渊中原本充斥的毁灭魔气直接是在此时以一种惊人的速度被驱散开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直接是令得所有在场的神指都是彻底的震惊了起来。他们猛地抬头，有些震惊莫名的望着某处的虚空，那里的空间在此时被撕裂开来，无穷无尽的大道气息从其中弥漫出来。那种大道气息散发着一种令人感到惊悚的危险感觉，就连此刻的坟老都是被这股力量所折服，面色也是无比的凝重。但是很快他的表情就恢复了正常，然后淡淡的说道：终于是出手了吗？来了也很久了。是他的气息，他来了。夭夭原本还浮现绝望之色，此时他的表情也是带着一丝笑容来，仿佛是看到了希望之光一般。随着金光的消散后，一道修长人影缓步走来，他每一步的踏出，仿佛连这片空间都是在微微颤抖着，似乎是无法承受他的降临一般。那是一名身着黑金色衣袍的男子，他身躯修长，面带笑容，身体的表面有着精气蒸腾，有龙气缠身，龙吟震天地，大道气运散发，引得天地异象，与天地同光，日月同寿。远远看去，犹如是一尊掌控大道之法的主神，充满着莫名可怕的威压。然而他们都不知道的是，此人便是一位拥有着大道的主神。在这位身着黑金色衣袍男子的出现之前，这片无量神渊之中几乎是被大地之手的毁灭魔气所笼罩，甚至连天地都是在其魔威之下颤抖匍匐。然而当这位黑金衣男子出现时，所有在场的神指都是能够感觉到，那铺天盖地的毁灭魔气竟然是在迅速的消融，直接被节节压制。天地间所有的神指强者都是面带震惊地望着那个男人，他们显然也是被震撼到了。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连实力超越天位神之上的这种可怕存在都是能够压制？要知道，这大地之手的实力已经远超9重天位神之上，可绝对不一般。想当年，也是天古浩劫的制造者发起者，连诸多无上大能都因为这等存在都是因其陨落。所以就算是如今只有复苏了一只手臂，但其力量也不是9重天位神能够轻易抗衡的存在。就连半道神与之抗衡都是不分上下，同时也会忌惮这样1号的恐怖魔物。但是这男人竟然能够使用那大道的气息，将大地之手的毁灭魔威给完全的压制下来，这足以说明其身份必然不凡。此等存在，就算是在整个第1等级世界中，也必定拥有着赫赫之名。他是谁？一些神之强者震惊地望着那黑金衣男子，然后他们盯着那玄奥的大道金光，眼中掠过思索之色。下一刻，不知道是谁，竟是眼瞳猛然睁大了起来，脸上有着难以置信之色浮现。她是神元宫的公主元尊。终于是有着见识不凡的神指强者辨认出了来人的身份，当即忍不住的失声出来，那声音之中竟是有着浓浓的敬畏与尊崇。元尊！一旦激起千层浪，在场所有的神指强者都是目瞪口呆起来。要知道，在这第1等级世界中，
神元宫的公主元尊可是一位神界大传奇般的存在，那是第一等级世界中真正的巅峰大传奇人物，而且他所创立的神元宫，仅仅只是在数千年的时间中，便是成为了诸神万界中的超神巨擘势力。其底蕴，就算是比起那些传承古老的超神巅峰势力，都是丝毫不让的存在。同时，就算是巨无霸的神指联盟，都不敢去招惹如此存在的神元宫。在这第一等级世界中，能够与元尊齐名的巅峰大传奇存在，除了神指联盟的那位大人物，以及灭神府的神秘府主之外，简直就是屈指可数。莫要觉得那些拥有古老底蕴、拥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超神巅峰势力，可若要真正的与那神元宫相比的话，恐怕也得要小巫见大巫了。而且在神元宫之中，还有一位实力仅次于元尊的超级神之，他的实力也是毋庸置疑般的存在。以如今神元宫的实力与底蕴，就算元尊不出手，都足以吊抗衡第一等级世界的所有的超神巅峰势力了。此等神界大传奇的人物，平日里神龙见首不见尾，就算是想要求见，都是无门可入。然而眼下，竟然突然的出现在了无量神渊中，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这如何不让的在场的所有神指以及神指联盟的4域天神军、灭神府的9大权魔等魔物强者震撼莫名起来？而且最关键的是，还是在这种紧要关头，特别是神指联盟的4域天神军，此刻他震惊的抬头望着那道修长身影，显然也是没想到，这位神界大传奇的元尊竟然会在这最紧要关头现身降临。他的脑海中顿时又想起了当年他们9大神军以及联手神秘阁主和9位副盟主都无法拿下这位元尊，现在降临他的眼前，怕是今日的事情不好收场了。4域天神军可是非常的清楚元尊的实力究竟是多么的可怕，在整个第一等级世界中，能够与之匹敌的也就屈指可数。他就是超神巨擘势力的神元宫公主元尊。武神阁的第一天，焦藏轻轻喃喃自语，震撼地望着那脚踏虚空而来的黑金衣男子。后者神态看似没有任何的波澜，甚至带着一丝笑容，但却是有着一种令人必须折服的气度。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大气势，那种感觉就仿佛是天地崩塌、世界毁灭，那道身影都依旧是能够力挽狂澜、独撑大局一般。那是一种真正的强大存在。所谓大道主神，就是如此的恐怖如斯吗？在藏青青的身旁，吴雪也是抬起俏脸，望着那道黑金衣袍的男子身影，感受到一股极其玄奥大道的气息时，他那紧绷的娇躯在悄然间也是松缓了下来。因为眼前的这位黑金衣袍男子的实力已经远远高于自己的父亲武神阁之主，就算是比起自己的那几位师傅都强大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位人物，在整个第一等级世界中都是极其罕见的存在了。那位就是小陇和雨涵的父亲吗？也就是当年在天邪神、天主、先天神口中所说的那位元尊周元。终于是见到这位传闻神界大传奇的真人了。冯老见到元尊的出现，也是早已经将半道之力收敛了起来，同时将焚神之力灌入萧炎体内滋养着，使得萧炎的神智也是稍稍有所恢复了过来。再看清楚那位黑金衣袍男子方俊俏脸颊时，更是让得萧炎心中无比震撼，因为这元尊的气息使得萧炎根本无法捕捉。虽然有着高于天位神力的大道气息，但是那大道气息的波动非常的玄奥特别，就仿佛大道无处不在。而夭夭、小龙、雨涵以及吞吞4人在这时微微一笑，看着元尊的出现，他们所有的绝望之意都已经烟消云散。你可算是出现了，还以为你舍得让我们牺牲了呢。夭夭打趣了出声道。随着夭夭的开口说话，雨涵也是急忙跟上，撇撇嘴道：可恶的老爹，刚刚我们都差点死在那大地之手的力量下了。虽然雨涵用抱怨的语气说着，可是心中却是有着十足的安全感，因为他这位老爹的实力他是知道的，当年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神指联盟，且不败。小龙和吞吞也是笑着摇摇头，我这老爹还真是有意思啊！我想他早已经来到了无量神界中，就是不出现，还是那么喜欢在这最后的紧要关头出现。我这周元老弟的行为，真是让我这位做老哥的心脏都加快了。嗨，哈，不好意思啊，我也不是故意要最后紧要关头出手。老爹承认已经来到了无量神界中，我之所以不出手，是因为我想看看这位萧炎小兄弟身上的那股奇特力量。元尊的此话一出，也是让得萧炎有些疑惑好奇，想要看看自己身上的奇特力量。难道这位神界大传奇所说的奇特力量是自己的焚神之力？而元尊仿佛是早已经看穿了萧炎心中所想，淡淡的微笑道：萧炎小兄弟，正如你所讲，你身上的那股焚神之力可不比气运之力弱，而且你还没有将焚神之力的真正力量释放出来。一旦将所有的力量施展出来，将会拥有者无上神力，我想那才是焚神之力的真正力量。闻言，萧炎直接是愣在了原地。怎么这位元尊如此了解自己的焚神之力？难道说对方了解自己的焚神诀？毕竟焚神之力就是从焚神诀的第3诀焚神9火中激活出来的。一道声音突然的响起，萧炎眼前空间扭曲，只见的那元尊的身影便是出现在其面前。不过此时的他正无奈的耸耸肩，全然没有身为神界大传奇的一点威严。萧炎刚还想说点什么，元尊直接笑道：
等我先解决了这里的事情，我也会将你想知道的信息告诉你。见元尊这么说，萧炎也不再多问，毕竟对方乃是一名超越天位神之上的更强存在，主神的领域在整个第1等级世界中都是非常罕见的存在。元尊和萧炎说完，然后笑眯眯地伸出手揉了揉雨涵的头发，然后还对着一旁的小拢说道：不愧是我周元的儿子，你的表现可不比老爹年轻的时候差。在一边的萧炎显然也没想到这位元尊以一人之力就能够抗衡神指联盟的存在，刚刚竟然如此毫无架子与威严地与他说话，那副温和的模样令得他都是愣了愣。虽然当初自己在大千世界的时候，不尽火域炎帝执掌也曾辉煌过，可如今比自己这位炎帝强太多太多的元尊面前，还得是小巫见大巫啊。最后元尊的目光则是看向了夭夭，然后微笑道：刚刚委屈你了，接下来的事就由我来解决吧。夭夭也并没有责怪自己的这位丈夫，可是非常理解了对方，一直冰冷的表情上竟是浮现出一抹能够融化万物的笑容来。好，接下来就好好给我们把这只大地之手收拾一番。没问题，这恶魔想要彻底的破风而出，也得问问我周元答不答应。元尊说话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语气很明显的加重了几分，旋即目光便是看到了夭夭身边的2道散发出诡异死气的灵动和沐尘2人，嘴角也是再一次的出声道：这2位身上的气息很诡异，但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就是与萧炎小兄弟一起的那另外2道伟岸的身影了。只是让元尊没有想到的是，曾经这3人成功击败了圣神之子时是多么的伟大，如今其中2位还被神指联盟炼化成如今的模样，真是让人不得不惊叹。神指联盟高层中的手笔，看来神指联盟的那个大人物已经开始推动那个计划了吗？元尊喃喃自语了一下，然后将目光犀利地盯着灭神府那9大权魔以及神指联盟的4域天神君。随着目光的投射而来，9大权魔以及4域天神君都是身躯不自主地一颤起来。萧炎望着这种层次的交锋，根本不是现在的他能够染指丝毫的，就算是有着粉老的全部力量，他也无法在这一场战斗中取得什么好的优势。主神的力量可不是所谓的半道神就能够去抗衡的存在，虽然半道神也非常的恐怖强大，一只手就能够击杀一名9重天位神，可是在面对着主神的战斗时，自然是不能够与之比拟的。萧炎也是微微的后退开去，元尊则是朝着前方踏了几步，而随着他的上前，这天地间的气运仿佛都是在此时变得不一样起来，一股无形的威压开始笼罩这片天地的每一个角落。在元尊降临之前，这些灭神府的9大权魔原本面庞上的优势之色便已是尽数的收敛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凝重之色。显然他们也是从这位神元宫的元尊身上察觉到了相当危险的气息，这种气息让得他们有着激烈的震动，因为他们发现眼前之人给他们的危险感觉就相当于府中的那位大人物一般。如此看来，元尊的实力的确已经突破到了主神的神境领域。一直传闻神元宫的那位元尊实力深不可测，甚至实力已经达到了堪比那位大人物的存在，在如今的大咒中竟然又出现了一位如此可怕的存在，这对于他们灭神府而言可不算是什么好消息。你们这些魔物的气息真是令我厌恶啊！还有那位4域天神君，你好好的不在神指联盟待着，竟然出来这里，看来今日你们是一个都走不了了。如果换作是其他人说这样的话，他们还会不相信，可是现在说这话的乃是神元宫的那位大传奇人物元尊，那么事情就变得不太一样了。没想到随着当年的天古浩劫结束后，在这大咒中竟又出现了一位主神这等存在，可真是让本大帝都感到吃惊啊。此时就在元尊对灭神府的9大权魔和4域天神君出手击杀时，一道极其低沉的声音传出，如果今日来临的只是一位寻常的大道主神，那他有着足够的把握全身而退，但眼下却是没有了，因为这元尊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大道气息极其的特殊。元尊的目光也是顺着声音望去，然后微微一笑道：呵，你们灭神府的手也伸得太长了，竟然还伸到我们神元宫了，伤我妻儿，今日我便毁掉你这只手吧。话落，元尊周身以及整个无量神渊中竟然涌动着极其玄奥的力量，那股力量不是神之力量，可是气运大道。你敢？等本大帝彻底的复苏，你这位神界大传奇以及整个神元宫可都会为你今日的付出惨痛的代价。你如果是完整的暗黑身躯，今日或许真的会让我有些棘手，可是如今的你只是一只手臂而已，你觉得我会奈何不了你们？哦，你对本大帝有所了解。大帝之首闻言也是有点惊讶的道，毕竟这位元尊可不是天古纪元时期的人，只是让大帝没想到的是，他这样的后辈生灵竟然知晓自己的一些信息。元尊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伸出手臂对着下方那暗黑世界中散发出金光的神笔一握，那金光瞬间暴涨，然后那散发出金光的神笔就落在其手中，旋即轻轻地对着眼前的虚空一点，顿时间天地发出齐声龙吟，万物生灵，天地都是为其疯狂的恭敬膜拜。天地直接被这股气运大道所影响，伴随着咔嚓一声，天和地都崩裂了开来。如此大能，怕是无人能够与之匹敌了。
萧炎以及在场的所有众神指强者，连呼吸都是小心翼翼，不敢说一句话。来自大道的力量根本不是他们能够去触碰去抗衡的，他们只能顺从大道的力量。如果想要抗拒的话，那么只有一个下场，就是会被这股气运大道所吞噬，分化成大咒中的分子。元尊说的平平淡淡，然而话音说出，在场所有的神指强者都是有点变色，目光敬畏地望着他。要知道，刚刚这大地之手是他们简直无法抗衡的恐怖存在，其实力至少都是半道神。然而随着这位元尊的出现，从他的语气上就知道这大地之手再如何强大，对他也无法造成什么伤害，甚至元尊还有着足够的把握将大地之手毁灭。如果真的将这一只大地之手毁灭掉的话，那是何等恐怖的战绩！九大拳魔的瞳孔在此时也是缩了缩，这些魔物都知道，眼前的这位男人恐怕将会是他们灭神府的大敌。此等人物不能再让其成长起来了，必须在今日将其扼杀在这里。而想要对付这样的一位神界大传奇，必须施展那个暗黑秘法了。他们这些魔物都深吸了一口气，那暗红色的眼眸在此时变得幽暗起来，仿佛对着大地传音过去。下一刻，这几位拳魔便是消失不见，像是直接在无量深渊中蒸发了一般，留下四御天神君站立的站在原地。此时他可是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在元尊面前，四御天神君这等实力简直就是被秒杀的料。元尊的眼神显然也是在此时动了动，或许在他的心中已然知晓对方的计划，不过他并没有出手阻止，旋即感叹的道：我已经说了，在我的面前，你们想要彻底救出大地之手，怕是不会成功了。哈哈，是吗？你的实力虽然让本大殿感到吃惊，但是我要走，可没有人能够留得住。巨大的大地之手上，那道魔影语气低沉，在其周身竟是顿时有着滔天般的毁灭魔气渐渐的涌动，连空间都是在崩碎，一股恐怖的魔威悄然的弥漫。元尊抬起手中的天元笔，其上有着玄奥的金光开始闪烁，天地间的气运大道凝聚而来，随后冲着大地之手一笑，顿时一道平淡的声音在天地间响起：是吗？我今日倒要领教领教你这大地之手的暗黑力量。当元尊把话说完后，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都是陡然间感觉到，这天地间有着一股极其庞大的特殊能量不断的凝聚而来，似乎是在此时变得愈发的可怕。那席卷天地的气运大道，竟也是在此时呈现一种极其沸腾般的姿态，那种感觉仿佛是在为他们的大道主神而欢呼一般。玄奥的气运大道笼罩着这片天地，诸多的神指强者都是有着一种奇特的感觉。此时的他们，只要是心中对元尊有着丝毫的杀意，那么就将会立即被气运大道的力量在顷刻间将他们化为天地中的尘埃。在那远处，大地之手上的那道魔影也是面色有些凝重地望着这一幕，他盯着元尊此刻所散发出来的大道气息，眼神深处也是藏着极其黑暗的魔源。如今大地之手的实力虽然只是半道神，但他也不会对元尊有何惧意，毕竟完整身躯的他可是拥有着能够在一招间毁灭大咒9界的恐怖力量。若是在全盛时期，他自然是能够轻易的将元尊碾压，但此时他的实力远不及巅峰时刻。不过在面对着拥有大道主神实力的元尊时，他依旧是不慌不忙，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自信。那就也让本大帝来看看你这位神界大传奇的实力究竟有多么强大。那道魔影语气低沉而下，旋即也是猛地一步踏出，顿时间黑色的巨手掀起涟漪的空间波动，形色形成了巨大的浪潮一般，直接是疯狂的席卷开去。魔通，只见的那里的空间开始迅速的化为漆黑色彩，空间之中有着粘稠的魔气不断的升腾而起。短短数息之间，无量神渊的数万里的天地都是被转化成为了一方魔元空间。所有人都是能够感受到，不仅是他们体内的神力发生异变，几乎连天地间的神元之气都是在此时被魔元的污染取代。如果此时他们再将这些被魔元污染后吸入体内，必然会连自身的神力都会被侵染，逐渐的化为魔躯，简直就是极其邪恶的招式。但不是有着元尊在此，恐怕在场的人都是知晓，一旦陷入那魔元空间中，他们所有人都将会被魔染，无路可逃，直接会变成魔魁。而面对着那不断扩张的魔元空间，元尊则是淡淡一笑，丝毫不那么慌张。面对着大地之手如此手段后，伸出手中的天元笔，对着自己的眼前空间上凌空一点。随着他这一笔的点下，只见的这片天地间无边无尽的气运大道直接是从各个方向呼啸而出，金光绽放，那种玄奥可怕遥不可及的主神之力，是他们这些天位神从未见过的神之力量，但是却能够感觉到其中的那等恐怖。如此强大的主神之力，恐怕就算是半道神都不敢轻易的沾染而上，因为元尊的这一招能够将半道神轻易的击杀。看来元尊的这一出手并没有留手，而是直接施展出他的强大实力。毕竟大地之手的恐怖，元尊也早已经知晓。天元笔震动，一股极其强大的气运大道之力形成一道庞大的金光，直接对着这数万里的魔元空间席卷而开。所过之处的空间，那些漆黑无比的魔元顿时发出刺耳的滋滋声，隐约有着尖笑声传出，直接是在这一瞬间将一大半区域的魔元给硬生生的化成虚无。短短不过10数息的时间，那由大地之手施展的暗黑魔通，便是在元尊这轻描淡写的一笔之下，
毁灭近半了。大地之手见到这一幕，眼皮也是忍不住的跳了跳。他实在有些想不到，自己的这一招魔技竟然会被元尊轻易的化解。在那天古纪元的时期，他也与那个时代中的大道主神交过手，其中也是有着对气运大道修炼到炉火纯青的神指强者。然而如今和元尊比起，天古纪元时期的大道主神则是强了许多，这就是元尊的可怕天赋和实力的关系。在同境界之中，元尊说是第二，就没人谁敢称第一。魔元被毁灭大半后，大地之手也并未有太多的慌乱，只是深吸了一口气。魔影那双眼眸微微一沉，脚掌再度猛然的跺下。魔技通天巨魔手，伴随着一声巨响，那数万里的魔元空间直接是在此时崩碎开来，无数道万丈魔气冲天而起。而在那滚滚魔气内，只见得一只无法形容的巨魔手自魔元深处伸了出来。